一个男人独自来到一座荒岛上，没有一棵树的海岛只能任由烈日暴晒，没有吃的只能靠下海打鱼获取食物生存，在这里不能生活，只能靠吃生肉度过。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男人如何战胜这里艰苦的生存环境。开船来到了目的地，杰克装作不知道，在堂哥的提醒下，被堂哥从船上赶了下海。他需要游将近1公里才能到达眼前的那块小沙洲，而且海水下面就是成群的鲨鱼在围着他转。他需要快速游上岸，以免被鲨鱼撕咬。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，他将独自一个人，在面对没有食物，也没有后勤补给，只有一只鱼叉和潜水面罩供他使用的情况下，在这座荒凉的小岛上生存下来。拿起仅有的一点装备，刚上岸的杰克表现得异常兴奋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在一座小岛上独自生存超过24小时。晴朗的天空，蔚蓝的海面，海水清澈透明，海里的鱼就是他的食物来源。在这座小岛上，他没有办法生活，因为没有木材供他点火，所以抓上来的鱼只能生吃。行走在满是礁石的岸边，来到了一处可以下脚的地方，拿起他那把海王用过的鱼叉，开始今天的抓鱼任务。下到清澈的海水里，只有1米多深的海水，底下各种鱼类在自由自在的游荡。这些小鱼小虾都不是他的菜，没有一条能够让他合法捕捉。一条黄鲷鱼藏在了沙子底下，以为藏得万无一失没人看见，却被杰克给吓跑了。这时发现礁石里藏着一只龙虾，杰克为了不破坏龙虾那鲜嫩的肉质，放弃了海王使用过的鱼叉来捕捉，但徒手去抓又会被刺伤，他唯有脱下身上仅存的一条泳裤用来套住手。雪白的屁屁被无人机拍得一清二楚，反正是在荒岛上不怕被曝光。潜入到了礁石底下仔细寻找，能不能吃到龙虾肉就看这一下了。一只藏在礁石里面的龙虾被杰克发现，伸手进去抓时，龙虾被这个光着屁股的人类吓得到处乱窜。杰克努力跟上，换作平时龙虾早就束手就擒，但这次不一样，龙虾被吓到了，从来没有见过那么不要脸的人类，不想给杰克抓到的机会。杰克气得在水底下大骂龙虾不给脸。上到岸后，解释了为什么要脱下泳裤套住手才去抓，如果直接徒手去抓，被龙虾坚硬的外壳刺伤，会被他身体上的细菌感染到，所以宁愿抓不到，也不想因此受伤而感染住院。拿起装备继续上路，来到沙滩上，拿起堂哥给的对讲机呼叫。这次他要到水深20米的地方打鱼，为了以防万一，需要他们开船到附近进行监视。杰克打过招呼后，再次下到了海里，一群蓝紫色的漂亮小鱼在他面前游过，还有一群海鲜在围着一块礁石转圈。只有一把鱼叉的杰克，想要抓到一条鱼并不是那么容易，海王的鱼叉比不上一把鱼枪来的实用。看着一条条海鲜从身边游过，就是抓不到，上岸只能吃土了。而在附近监视的堂哥却把一条条大鱼钓上了船，吃饱喝足。时间来到了下午，午饭还没吃的杰克再次下到了海里，进行他的捕鱼任务。每扔出一次鱼叉，由于力度不够，都被快速反应的鱼给躲避了。一群小鱼还游过来调戏这个愚蠢的人类。插不到一条鱼的杰克再次上到了岸边，这时他发现了一条海鳗在岸边的礁石旁躲藏。杰克想要靠近，鳗鱼被饥饿的人类吓得到处找石缝钻。其实他并不想抓鳗鱼来当晚餐，生吃鳗鱼肉对杰克来说并不是最佳选择，只是追着好玩而已。荒芜的海岛上就像一个大草坪，岛上没有一棵树可以遮阴，无处阴凉的杰克只好来到了一处干草堆的下面，暂时先躲避这里毒辣的太阳。等到了太阳下山，才从底下出来欣赏美丽的晚霞。堂哥他们在船上远远地监视杰克的一举一动，生怕出现意外。时间来到了晚上，堂哥他们吃饱喝足睡觉了。没有吃一点东西的杰克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晚上。早上太阳刚出来，起床就发现他睡觉的附近有一只海龟在沙滩上产卵。杰克爬了过去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海龟的一举一动。欣赏完海龟，还没有吃早餐的杰克拿起鱼叉再次下海捕鱼。无人机拍摄到海面上有一群海鸟在觅食，有海鸟的地方肯定有鱼群在附近游动。刚靠近就有2条鲨鱼在捕捉猎物。杰克转身来到鱼群里，鱼太多让他眼花缭乱，只要鱼叉靠近鱼群，他们就会躲闪，没有一次成功，只能看着一大群鱼在身边游过。饿得发慌的杰克扔了无数次鱼叉，终于有一次成功击中一条生鱼，受伤的鱼无法再继续游动，沉入了海底。为了以防鲨鱼闻到血腥味游过来抢食，杰克快速下潜到海底，将鱼一把插了上来。一天没吃东西的他，
为了省点力气，将鱼塞进了衣服里，慢慢游上了岸。忘记了饥饿的杰克兴奋地将包在衣服里足有10斤重的黄色生鱼拿了出来，还提醒船上的堂哥他已经抓到了鱼。在沙滩上，现场拿起小刀将鱼肉切了出来生吃。饿了1天1夜的杰克吃什么都是香的。捕鱼任务完成，堂哥他们上岸准备将杰克接回去大吃特吃。不过堂哥想让他先把这条鱼给吃完，还带来一只柠檬给他调味。好了，这期的生存挑战任务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加精彩的世界。